来到乌镇西栅，让我有种穿越到古代的感觉。老房子、石桥、石板路，还有美丽的紫色花海。走，和金之旅一起去乌镇看看吧 ！Let's go！ 来到江南水乡古镇，一定要坐摇橹船，感受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色。乌镇建镇已有1300年，并有长达7000年的文明。可在80、90年代时，乌镇变得老旧、破烂、凋零。在1999年，同乡实施了乌镇古镇保护、修复、重建和旅游计划。乌镇首创了把电线全部埋入地下、改造厕所、智能化管理等模式，不只成功升级了乌镇，还保留了古镇的味道。这种保护古镇以及创新科技、互联网的结合，被称之为乌镇模式。简单来说，乌镇景区其实就像是古代主题的 theme park。如果想要放松慢慢的走，我个人超推荐在西栅景区内住一晚哦。这里的店铺不会千篇一律，而且有很多小型的文化历史展览馆可以慢慢看哦。住在景区内，可以一早去水上集市走走，和享用只开放给住客的早茶课，感受古时江南烟火气。我在这边。哇，你厉害哟！怎么会玩具呢？真的，你真的不要动那边先，我这样锯了哦。真的假的？我这样锯了哦，我怕我这样锯了。我在哪里？我这边可以直接吃下去哦。哎，你没有跟我讲这句，你没有跟我讲，这家伙。西栅景区在早上9点才开放让游客进入，所以住在景区里面的好处就是可以在景区开放前人少的时候舒服的逛逛。哇，这里面也太美了吧！原来乌镇也有浪漫的紫色花海，原本我以为是薰衣草，但不是哦，是马鞭草，只有在限定季节才有哦。这里也有一间月老庙。出生自乌镇的作家木心曾在书里说过，爱情不是追求一个完美的人，而是用不完美的心去爱一个不完美的人。乌镇是蓝印花布的原产地之一，以当地独有的蓝草为原料，与石灰混合，将染印在布上。这项技艺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咯。还有这里真的很出片啦！再来一次，你没有压到。那压到。什么东西？
真的可以吗？闻着臭臭的味道，配着美景。它的线从哪里来？好像是日本可能改音乐的，好像是哦，就是这个了。西栅景区内其实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博物馆，等大家亲自去探索哦。看到晚上各种的汉服妆造，也让我们想体验看看，但选择太多也容易踩雷，只能看大家的运气啦。送菜来，然后又把空的箱子拿走。西栅里有很多网红小吃，这家在昨天就一直排长队的小吃，让我们很好奇到底有多好吃。第一个排队。排很长队，尝一口。干嘛？感觉。好吃。超级好吃。1天半的乌镇穿越去古代之旅结束了。下一站出发去上海喽！抵达上海就碰上台风雨天，我们的雨伞还被风吹断了2把，所以只能逛逛室内。啊，那个是贝贝，那个是金贝贝，因为我有看过这个，没看过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吗？不一样，这个相对来说。推的啊，韧一点，哦。火锅，台风天的火锅。在上海的最后1天，雨过天晴。你这样子近近看更高画吧。你这个是在云上面哦。上海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贸易的港口城市，在1842年开放为通商口岸，随后很多来自各地各省的人都移民到这里。英国、法国、美国等国也在上海设立租界，各种文化的融合，逐渐形成了上海的海派文化。上海 City 不 City 呀？上海City不City呀？好 City 呀！豫园是上海的古典园林，建于明朝1559年。园里由古代建筑、假山、水池、植物形成城市山林的景观。
来到上海，当然要尝尝本帮菜啦。这里是当地人超推荐的上海本帮菜餐厅，听说连王嘉尔也来过，而这些是我尝过又觉得好吃的菜品。哎，娘们，你看我爱农，他们，你看那个不是我爱你，是我爱农。杭州、乌镇、上海之旅到此结束啦！如果喜欢金之旅的视频，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